工装靴怎么保养，皮衣怎么保养，多久保养一次，皮革护理品怎么选？好久不见，欢迎回到琛哥的复古频道。作为一个冷门小众领域的 UP， 上面的提问我见过太多，今天就来集中聊一聊保养问题。这边先来一个工装靴保养的速成教学，花几分钟看一遍就知道该怎么保养了。为了保证节目效果，这边用面积比较大的工程师靴来举例。这双是霍尔文 Chromexcel 牛皮，属于是光面皮，其他的光面牛皮、马皮、库都羚羊皮等等都是一样的保养方法。至于翻毛皮的话，后面会再提到。保养大致可以分为3步。第一步是基础的清洁，用刷子把靴子上的灰尘给清掉，像这样。除了皮面，也要注意把沿条、鞋腰缝隙这里都刷一下。如果有顽固物质的话，就需要使用清洁类产品了，像什么清洁液、喷雾、泡沫、固体皂之类的东西都可以，原理都差不多的。我这边用的是泡沫，像这样，把它这样喷上去，摇匀以后，把它这样喷上去，然后就用这个海绵轻轻的把它这样擦一下。就用这种清洁类产品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力度，就千万不要用力太猛了，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把它皮面的颜色给弄掉了。那样子的话，后面还需要进行补色操作，就会比较麻烦一点。那么清洁完了以后，就放置一会儿，等它变干。接着第2步就是使用护理品了。护理品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，形态的话也五花八门，像什么液体、固体、半固体、喷雾等等都有，很容易让萌新感到迷惑。这几年我把市面上大部分护理产品都买过了，至于如何选择护理品后面再说，这边先继续保养操作。我日常用的比较多的是 Saphir 的 Reno 和 Famaco 的皮革膏，对于工装来说其实区别并不大。我这边用 Famaco 的皮革膏进行保养，我习惯用刷子来操作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当然，如果用棉布、海绵或者直接用手都可以，看个人的习惯了。像这样用刷子沾取一些膏体，然后像给 CPU 打硅脂那样，把它打几个点放在靴子上，像这样。然后注意要把这个沿条和鞋腰这里也打上一点。打完之后就开始把它刷均匀，像这样。最后理想的效果是均匀的打上一层薄的护理品，打完以后静置半小时，让皮革吸收一下，之后皮面就会变成哑光的。第3步进行抛光，用棉布或者刷子都可以，我习惯用刷子，这样比较快。下面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。当然也可以不用那么拼，慢慢抛光就行了，反正最后刷到具有一定的光泽度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光面皮工装靴的保养方法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至于保养频率的话，需要根据皮革种类与穿着频次来决定。这边做了一个表格，可以暂停观看，也可以看工装靴公众号里的图文版保养教程。此外，内里这种大块的植鞣革，如果好几年不打油的话，也会有开裂的风险。我觉得每1-2年拿出来看一下，如果内里太干的话，也上一点油，这样比较好。好，趁热打铁，下面就来进行皮衣保养的速成教学。好，下面进行皮衣的保养。
其实原理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皮的面积比较大。好，第一步还是刷灰，把这个每个地方都好好刷一下。第二步用护理品，我这边还是使用Famaco的皮革膏，也是这样蘸一点，然后像给 CPU 打硅脂这样打几个点，然后把它这样刷均匀。每个部位都要比较均匀的打上一层护理品，后面的操作还是一样的，打完之后放半个小时等它吸收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放置完毕之后，第三步还是进行抛光，又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。我只给右侧进行了抛光，可以看到抛光前后这个亮度的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件是一件比较老的棕色的莫赫兰道。好，那么皮就保养完了，接下来说一下护理品怎么选。皮革之所以看着油润有光泽，并且有韧性有弹性，是因为皮革里面含有一定量的油脂、蜡质以及水分，所以皮革保养的本质就是通过使用护理品来保持这些成分的平衡。我们常说上油，其实油大致可以分为4种。第一种是 conditioner， 很多护理店里摆着的莎菲亚 Reno 就属于这种，它的作用是清洁加滋润加亮光，是3种功能合一的产品。第二种是 cream 血乳，主要起到补色与滋润皮革的作用。血乳里面一般会包含蜡、油脂、染料、溶剂等之类的东西。如果是买无色的，那么就没有染料。如果保养马臀的话，需要用马臀专用的血乳，保养方法与光面皮一致。第三种是 wax 鞋蜡，主要起到亮光的作用，配合精细抛光能打出镜面的效果。有些带颜色的蜡也能起到补色作用，另外还可以起到一定量的防水溅作用，不让水分太快渗进去。如果住在经常下雨的地方，还可以备一点防水喷雾，喷完以后形成的荷叶效应能明显减少水分渗入。第4种是纯油脂，可以是植物提取的，比如说荷荷巴油，也可以是动物提取的，比如马油、牛角油、貂油等等。一般来说，植物油脂用在皮革上以后，变色的强度没有动物油脂那么猛。这类产品因为油脂含量很高，所以用的时候比较考验手法，千万不要一次上太多了，最好是每次只打薄薄一层，根据情况后续再少量多次操作。关于油的选择，我想说，对于工装靴而言，完全没必要搞得用力过猛，不用像正装鞋那样又是去蜡又是补色，上完好几种不同的护理品之后，最后还要来一个镜面抛光。各种鞋油用了一圈下来，我个人觉得对于工装靴的养护而言，油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它们的价格差距那么大，主要看自己的需求以及想要的效果。如果皮革很缺油，或者想要快速软化、快速变色的话，可以用纯油脂。如果是日常普通保养，那么用 conditioner 和血乳都可以。想要更亮的话，可以打点蜡。反正只要做好基本的清洁，多刷灰，根据穿着频率与平面状态适当上油，最后的效果都会很不错。另外注意不要过于频繁的上油，尤其是那些油脂含量高的、很浓的纯动物油，因为1容易沾灰堵塞毛孔，最终形成人见人喷的黑木耳；2是油太多，穿久了容易产生粗纹，影响美观。接着顺带着来说一下翻毛皮的保养，这个的争议比较大，有些人觉得翻毛不用保养，有些觉得还是需要适度打理一下。其实保养翻毛皮的操作步骤比较简单，还是刷灰、清洁、用护理品这几步，具体可以看工装靴公号里的图文版保养教程，或者网上搜一下翻毛皮保养视频，我这就不演示了。另外还有一种打蜡翻毛皮，是皮厂在皮革肉面或者磨掉一些立面后封上一层蜡制成的，俗称蜡肉。这种皮其实就是皮厂给你处理好了，以后不用特别打理，平时多刷灰，做好基础清洁就可以了。如果想恢复出厂的效果，可以加热后打一些蜂蜡。最后对于皮制品还有一个南北差异的问题，
一般北方随便放置都很难发霉，而南方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建议做好湿度的控制，不论是放除湿剂还是开空调、开除湿机都可以，把湿度控制在60以下，发霉的几率就会少很多了。总之，保养工装靴和皮衣是一件比较简单也很有乐趣的事情，每次保养都能更好地感受到旧化带来的改变。另外，强烈建议大家从新鞋、新皮衣开始频繁刷灰，最好每次穿完都刷一下，清理附着的灰尘与污垢，这样保养起来就会省事很多，而且后期更容易形成旧而不脏的完美旧化效果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花时间自己动手，花钱定期拿到外面专业护理的地方肯定是最方便的。OK， 关于皮革保养就讲到这里，内容应该是比较丰富的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觉得内容有用的话可以一键3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